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农村的一对平凡的打工夫妻。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们来到了日本定居。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所房子，就是我们两个花了所有的积蓄买下的。它呢虽然是一个二手房，但是里面和外面全部都重新装修过了。它坐落在一个自然保护区里，这里全都是山里面。山里的温度有点低，现在清晨还有一点雾蒙蒙的。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老爷爷住的，因为年龄大了，他就投奔他自己的儿子去了，所以呢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房地产。我们在中介里看到了之后呢，觉得很喜欢，所以呢就决定花了所有的积蓄去把它购买下来。旁边住的这个邻居基本上不来，算是一个空屋吧。日本人有很多这样的空房子，就是空在那儿也没有人住。看看这个山间小道还挺有感觉的，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对面的邻居呢也是一个老爷爷住的，一般喜欢住在这种僻静的地方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给你们看这个门，其实是小朋友用的，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多少钱，所以呢就把这个门暂时的拦一下，因为有小动物会跑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因为这里是自然保护区嘛，有小猴小鹿甚至有的时候还有野猪熊出没。我们家门口种的这是一棵枫树，大门口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小宝宝的围栏。因为我们俩的资金真的是太有限了，所以真的是买不起日本的那个大门，真的是太贵了，所以就拿这个门暂时挡一下小动物吧。我们的这个房子大概花了55万人民币买下来的，所以对我们两个打工仔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一溜小菜园是我自己刨出来的，自己种了点萝卜，你们看都快冒尖了。这些蓝的都是自己给它筑起来的，然后这个地都是我自己铺的。这里呢因为怕冷嘛，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多肉给它围起来了，给你们看看我种的多肉，希望它能挺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个山里面实在是太冷了。我呢还种了几头大蒜，跟网友们学习的，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种成功听说要6个月才能种成功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是日本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有的红豆豆树。这边的这个花呢真的是生命力顽强我刚开始来日本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花椰菜。从这边这个小门下去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车库。我觉得这个门真的快支撑不了多久了，因为这个木头的嘛容易腐烂。听他们日本人说就光这一个车库就值好几百万日元呢。这边呢是我的一个小车，从车库这边上去呢就是我们家的餐厅。去年夏天我种了点丝瓜，然后呢这个丝瓜我给它留成了老丝瓜。这个东西洗碗真的是太好用了，比所有洗碗布都好用，真的。然后这边的地呢原来都是泥，然后我跟孩子爸爸自己给它泥的。因为日本的人工费也太贵了，我们也找不起工人给我们修地，我们俩自己琢磨的弄的这一溜。因为现在天特别冷嘛，然后孩子的爸爸呢就把窗户自己拿塑料布都给封上了，这样就不会漏风了。还有跟你们说，日本的这个上水是不花钱的，有一个这样的机器，然后呢水就从地下抽上来了，我们用的呢都是地下水，所以呢上水是不花钱的。你看日本的这个房子设计很奇怪，上面呢2楼住的是一拨人，等于说我们住的是上下坡。而且呢这个墙上有好多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后面就摆了一些孩子的小车哎呦杂七杂八的，太乱了。因为在日本扔垃圾也不好扔，看这些废旧的轮胎也实在是不好扔，我们就堆在家里。在日本扔垃圾真的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后面呢这是4个煤气罐子，定期会有人过来给我们加煤气。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家的下水。哎呀今天太巧了，带你们见识一下日本的收粪车。他们定期会来收粪，你们看看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然后扯出来的这个管子，
过来把这个我们平时排便的这个粪呢，你看这个下水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是1个月来2次啊，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收集，用这个大管子放进去，有吸力的呀，全部把这个粪便回收走。所以说呢，我们家的下水是收费的，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按它收集了多少升来收费的。不得不说啊，他们这个工作还真的挺辛苦的。天也开始慢慢的亮起来了，这里的冬天真的是太冷了，要比外面低1-2度呢。不过话说回来，这山里的空气真的很新鲜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因为我们2个平时要工作也不在家，所以呢留了个纸条给快递，跟他说如果没有人的话就把快递放在门口吧，因为在日本也没有人拿你的快递。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前2天下雨了，家里的纸壳子呀就垫在脚底下，有点太乱了。日本人的设计啊也是挺奇葩的，进门就有一个镜子，人家说风水不太好，我也是正在惆怅如何给它化解一下呢。这边全是小孩的鞋呀，还有我的鞋。我们2个呢生了2个小宝宝，家里啊都是他们的衣服，你们看看。不过他们的衣服啊都是朋友给的，我基本上没花过什么钱。这个呢是我们家养了一条狗，是朋友因为一些原因实在是没办法养了，所以呢我看着比较可怜，我收留了它。进门呢这边就是客厅了，里面开着空调的，所以我把门给关上了。后面呢往左边转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楼上。正如你们看到的，这个房子有2层，平时呢我们睡觉就在楼上。这个门进去呢就是厨房，然后左边呢这个是浴室跟洗脸台还有洗衣机啊，家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太乱了。我觉得孩子多啊，断舍离真的不太适合我。2个小孩正在看电视喝牛奶呢，赶紧看看他们怎么样了。从这边进去呢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其实呢它是2个房间，我把中间的隔断都给去了，这样呢就是孩子可以随便的跑，特别大的一个客厅啊。马上都要快上班了，快8点了。我呢早上还要送2个小孩的上学，我家2个小朋友，一个3岁一个2岁，就我们2个自己来带他们。平时呢我们还要上班，也没有家里人帮衬，就靠我们2个自己，其实挺辛苦的。你看这个小可爱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幸福。而且这2个小朋友呢也很懂事，吃饭呀穿衣服呀能自己办的都自己办。给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小狗，它叫 Happy， 是这小孩里面最大的一个了。给你们看看这里面的家具啊，全部都是朋友送的，我们也没有花钱。这些沙发呀柜子呀都是华人圈免费赠送的。我特别喜欢日式的这个木雕的装饰，感觉挺传统的，很有感觉。这边的一个桌子呢底下会发热，日本叫こたつ，也是朋友送的。电视机柜子和电视机全是别人免费送给我们的，所以我感觉身处国外呀真的好心人好多呀。这个钢琴是我在二手市场淘的，花了2500日元淘的，还是雅马哈的呢。虽然我不会弹钢琴，但是从小就有一颗艺术的心，特别羡慕会弹钢琴啊会音乐的文艺女生。这边呢是我从中国买的山水画，放到这个位置感觉特别合适。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会端一杯茶，打开窗户，在这里看看风景啊，放松一下身心啦，真的很舒服。不一会儿小朋友们都已经自己穿戴好了，等着我给他们发点糖，然后就赶紧上学去了。为了阻止他们吃糖，我买的这种特别小粒的糖，平时啊也要控制他们吃糖，不然对牙不好。我们家的这个小 Happy 也想吃，每天早上都是匆匆忙忙的，我要弄他们2个的书包啊，给他们2个弄早饭呐。爸爸呢已经很早就去上班了，6点多就要从家里出发了。上班的路程呢有1个多小时。这个呢是他们2个的书包，还有我上班的便当啊，从这个餐厅这边先拿到外面去，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放到这个楼梯这个位置，然后一会儿呢我就会把它放到车里面。
哇，真的太冷了，赶紧关上门。爸爸呢，每天就是从这个车库上来，然后从这个门进来，所以呢，我家真的有好几个入口呀。时间不早了，我要赶紧收拾收拾，送孩子上学了，不然上班也要迟到了。给你看看我们家小朋友，基本上都是自己穿鞋，也才很小的年龄啊，就要学着什么事情都自己做，真的是没有办法。不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吗？我们家的看家狗给他穿上尿不湿，让他在家里好好的看家吧。小朋友们都在各自穿自己的鞋，也没有人帮忙，真的。有的时候看上去很心疼，但是呢，也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挑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历练。我们呢是给不了他们大富大贵了，但是呢，我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积极向上的成长的性格呀，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呀，努力向上的精神呢。我们两个出生都是很平凡的，都是来自农村的，原生家庭呢也不怎么好，所以呢，我们两个尽可能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每天我的工作时间呢是朝9晚5，然后呢要去接孩子，做饭呢，做家务呀，接送孩子，这都是我的分内工作。虽然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一点辛苦，但是我真的很幸福。虽然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是现在住在这所房子里面很温馨，很幸福。而且呢，又有小朋友，又有小宠物啊，太幸福了。最后给狗狗检查一下尿不湿有没有穿好，小 Happy 好好在家看家啦。关上门，我们就要出发啦。看看这次的下水费是多少钱？他一共收了9升，这个钱呢，他会在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自动扣掉。看小朋友都在这里等我了，也不吵也不闹，是不是很懂事？其实我感觉这些也就足够了。你看看这个小家伙，帽子都是自己戴的。其实一年四季啊，冬天比较难度过，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孩子呢穿的很多，行动也不方便。忘了跟你们说了，我们家是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都是我来日本之后生的。啊，我特别喜欢小朋友，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王那样的。住在这个山里呢，我感觉心很平静，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每天除了上班，然后就是照顾孩子、弄家里，感觉真的是很简单。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饭啦，还有化妆啦、护肤，都是女生喜欢的。虽然我是来自农村的，但是对于这些时尚的东西，我也是蛮喜欢的。我们家小朋友从一出生就开始坐安全座椅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坐安全座椅。所以呢，他们现在真的是很习惯，自己就爬上去做好了。而且你们看，他们全程什么事情都自己做。这个是他们睡觉的被子，我提前已经放到车里了啊。对了，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个篮子，因为之前我已经忘记过好多次。哎呀，这2个小朋友啊开始吵架了。我们要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啦。下期视频我们继续看房喽。以后呢，我会经常分享我们打工夫妻在日本乡下的生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2个小朋友睡了，今天呢，我打算跟爸爸一起向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打工夫妻在日本。很多网友想知道我们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跟大家爆料一下，我是江苏沛县人。我呢是安徽安庆人，然后很多网友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们2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问我们怎么来的日本，来日本的目的。当时你是怎么来的日本呢？之前有一段时间，它是日本企业都从中国就撤退嘛，然后最开始上工作的地方也是一个日资，然后资本让合作方就给买了，日本人就全都撤了嘛。然后社长就看你挺不错的，小伙子挺不错的，就把你带到日本来了，是不是啊？看我长得帅了。对，就是然后他在这工作一段时间，他属于是工作签证，对吧？对，工作签证。然后我是过了2年
才过来的。我是17年，我还记得是17年8月份来的日本，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住日本乡下，对吧？现在也是乡下，现在也是，不过那个之前的那个位置特别乡下，就是基本上你工作的那个位置，基本上人口就相当于大山里，它面积挺大的，挺大的一个面积，有多少人？有几千人，但就相当于一个像像咱们中国的一个小区的那样的形式的一个人口特别少。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生孩子的话，然后就生活特别不便利，对吧？所以我们就是稍微的往城里去了一点。那个时候，就是那边的那个叫北广岛，北广岛也是感觉生活。那个时候我在北广岛生了我家的第一个宝宝，感觉还是孩子一生病啊，想看一个什么医生还是很落后。就比如说医疗啊、教育方面还是很落后，所以呢，我们之前刚开始是租的房子，对吧？那个对呀，租的房子其实环境还行，就是也是租金还是挺贵的。就是有很多网友问我们为什么要在日本买房，是不是想在日本投资啊？就像中国一样买一个房，就是相当于投资资本似的那种。那个咱们买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是被人投诉了吗？你也不能这么说。旁边住的一家那个大哥，他就是没有小孩，没结婚。日本人很多单身大哥，他不理解有小孩的那个环境，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很吵，哭啊闹很正常，所以他就向那个租房子的那个叫什么中介吧，中介投诉了。然后我就想着，哎呀，这样是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而且小朋友就是租的房子。就不像我们村里啊，农村的那个有小朋友小时候随便跑随便撒欢了玩，对不对？他就是停车场也不可以让小朋友玩，就小朋友很憋屈在家里，所以呢，就当时听朋友说，日本的中古房很便宜，就是500万就可以买，就是相当于中国的30万人民币吧，就能买一个中古房。所以当时我们就去看了，这个是属于第一眼看的房子，对吧？第一眼看的，我们就看了一天，然后就想着买，因为那个时候怀上老二了，对不对？对，怀上老二了，然后就觉得一家4口住那个房子其实也还行，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想有一个归属的地，所以就是买了这个房子。日本的这个房子，你说一下，我也不太懂，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之后，这个地是怎么样？这地是自己的，就是终身产权。像中国是分什么50年、40年那种，对吧？你签合同的时候就有2份合同嘛，一份是地皮的合同，一份是建筑物的合同。就是等于说，其实它的这个建筑物其实不值钱，就是买完之后，像投资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种乡下绝对是不可能的。买完这个房子就等于是跌价了，对吧？像日本乡下，除了东京、大阪那边买房的投资做民宿还可以，但是在乡下基本上就是属于自己住还行，投资的话有点困难，对吧？他就没办法投资，就是不是投资，我觉得都是在日本买房子，很多朋友在日本买房子都是为了有一个，因为在异国他乡嘛，你有自己的住所，就感觉像有个自己的家一样，就是归属感比较强一点。对吧？是吧？还有就是，就是还有人问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我是做铸造的。你属于简单的说就是把金属化成溶液，然后浇到模型里，就会出来。但你是属于技术工种。对呀。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因为我刚开始前2年我都得带孩子嘛，孩子还特别小，没有人看孩子。然后呢，我就现在是属于叫什么？日本叫作业员，对吧？就是工厂现场的工人，现场工人就是按小时支付钱的。一般比如说你去便利店打工的话，一般都是800吧，800、68就40多吧。现在没有那么多，40多1小时，40多人民币1小时。但是我现在大概50、60吧1小时。就是这个工资情况，让大家想知道我们1个月赚多少钱。就是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很辛苦啊，就是上白天的班，白天班上完了之后，他们还会去另外一个公司上晚上的班，就是夜班比较赚钱。
夜班工资比较高，它会有一个补贴。对，而且就属于加班嘛。夜班的话，大概1小时100人民币差不多，就他们就是白天也干，晚上也干，所以就是其实也是辛苦钱，就是我们的工资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朋友想问问我们小朋友的问题啊，小朋友的问题就是从出生的话，就是你在日本生孩子还是挺合适的，就是生孩子好像是不花钱，就是产检呀什么的，大概花的就几千1-2千人民币吧，就是一些自己的费用，其他都是国家承担的。然后生孩子的话，不论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国家是补贴。地区不一样，补贴的也不一样吧，反正就是都给报销了。这边是42万，我记得是42万，但是医院他肯定是都会让你把这部分钱给花完，对，然后再不够的话就自己补一点，再让你就他看你的收入水平什么样，然后他再让你稍微添一点。对，然后小朋友的就小朋友还会有工资，小朋友刚开始是0到3岁是1个月15000日元，15000，相当于人民币现在1000块钱差不多吧，1000块钱一个小孩，每个月都发。然后3岁之后就1万，到高中还是初中吧？高中毕业吧。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支付这个补偿金。如果生补助金补助金不是补偿金，生个孩子还给你补偿一下，是补助金，就是鼓励我们生孩子嘛。就是无论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合理纳税了，他都会给你这个钱，对吧？对，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在上学不是上中文学校，很多人问我们孩子是不是上中文学校，没有，孩子是在日本上那个日本的，就是叫保育园，就相当于中国的托儿所。托儿所1个月呢，他俩也得3-5千的人民币的那个，他俩加在一块儿，因为老二是半价，老二就是鼓励你生孩子就是半价，给的这个。1个月是3-5千的一个学费，就是可以中午在那吃，就是这样的。然后小孩问小孩，就是说我们家小孩夸我们家小朋友中文特别好，这个主要是爸爸和我的功劳，因为我们2个都是中国人，而且我日语不好，所以我就是在家里就尽量让他们从小就是说中文，而且爸爸还会教他们汉字呀、古诗呀什么的，就是我们2个比较重视中文的教育。因为在日本，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比我们大一点的那种前辈们，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日本长大，中文太差了，他们就排斥中文，不说中文，就觉得可能在日本小朋友当中，如果你会中文的话，就感觉很丢人。就是我感觉就是他们从小没有，就是怎么说教育好吧，不是说教育好，就是没感染到位。不是，就是他们根本就不说，根本就不会说，你让他听能听懂，他说不行，说他根本就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家2个小朋友说的还是挺不错的。老大挺可以的。对，老二差一点，因为老二就是，他是去的保育园比较晚，1岁半才去的，所以他就是接触的这个日语环境，他们俩日语不用愁，不用教，就是他们俩日语有的时候在家里说日语，我都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俩不要说日语，在家就说中文，而且我还会给他们灌输这种概念，就是中文是什么，日文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把这个中文翻译成日文是什么，把这个日文翻译成中文，它又叫什么，所以我就是挺在乎这个中华文化的，就是教育。虽然我们俩生活在日本，孩子也在日本的这个生活教育。但是呢，我就觉得中华文化、传统文化还是要普及给他们2个，还是传统的文化不能丢，毕竟是我们的根，对吧？对呀。好了，这就是我们2个在日本的这些情况，然后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就是感谢大家，因为我们2个带2个孩子在日本嘛，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身边，所以感觉发一个那个视频出去啊，然后很多人支持我们，然后语言很温暖，所以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在鼓励我们一样，所以就是对，有点想哭了。他就是那些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好，就是每天都挺鼓励我们，就感觉就生活没那么，就是在日本吧，就是生活就是
就是他们人情挺冷漠的，觉得，但是就感觉中国人挺温暖热情的。哎呦我的妈呀，就真的挺好，他们的那叔叔阿姨们，就是感觉啊，我特别喜欢你们一家子，我特别喜欢你们，然后就可鼓励我们，还说你看样子人也特别好，然后就是看你面相也是特别好的人，都夸我们，就感觉谢谢，就是感觉挺好的，就是然后说不容易吧，都不容易，在哪生活都不容易，就是感觉就是努力，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不管在哪里，就是努力积极向上，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环境、生活态度就行了。最后还是哭鼻子，太难看了。真的挺感谢他们的。好了，那就是我以后就是大家如果想看日本什么的风情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就会在我放假的时候，然后抽空就会拍视频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再见，拜拜。拜拜，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大家，再见。